抱歉，颜丹，我并不知你有姐姐，以为是傀儡术所化，我这才贸然出见的。你认出来那是别人，不是我，为什么？心爱之人，不只用眼睛去看，还要用心。你说你爱我，那你有何凭证？如今我身无长物，唯剩此剑，以正我心。好啊，那你这条命呢？颜丹，姐姐，你骗了我一次，我也得骗回来啊！你现在身上绑的是我的灵根，如果你一旦想要逃脱的话，就要切断它，那样我就会变回原形了。姐姐是不会伤害我的，对吗？颜丹，你别冲动，你一旦做了，就真的回不了头了。你说你爱我，那好，我问你，你愿意为了我放弃你的性命吗？我愿意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。你曾经欠我一条命，如今还回来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两不相欠。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你是风华人一场落花中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我说过，我这条命是你的，你要拿便拿走。只是牵妻而深，无法了断。青藤眉秀，烟火岸上有白首，一朝天涯傲红豆，去到人间锦绣好时候，菡萏再开人厮守。
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唐昭，唐昭！神器地址，野兰山灵气汇聚，拥有疗愈万物的温泉水。原来温泉水下面便是神器地址。颜淡，颜淡，你的汉淡之心连接七情六欲，灵根仙识。你若把整心弯下，你就会被打回原形，再也修不出人身了。姐姐。
班规君，是你？本君先好，清离应渊帝君。你身为帝君，心里就只有六戒，难道就没有什么求而不得的事情，还有关心在意的人吗？对我来说，维护六戒的安危才是最重要的。除此之外，我心已装不下其他。孤寂蓬莱劝人间客，是以众生与爱难求。掸去尘埃又会如何？此心可无不可修。若有来生，我一定不会放手。当我跳下了无桥的那一刻起，我便已经做好了九死一生的准备。若是有一线希望能够活着，那我便要忘记这段情，重新开始。都应战与苍生同悲，3000浊浪推，心不染尘灰，身甘云干碎。我看不破地去天归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惹菩提潸然低眉。月悬天涯为惆怅客，大道一曲悲欢离合。爱与苍生有何取舍？可否只分善与恶？命运赐我沧海久一杯，如是的悲心忘流离变黑。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回。生同悲，3000浊浪催，心不染尘灰，身甘云干碎。我看不破地去天归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空有热烈无一归。千江有水千江醉，为轻狂为恩与奉陪。辨人生贵美，无我一原来为浊尘负慈悲。我梦中的那个人，一直就是你。应渊君，久违了。左右情人的悲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他失去了整颗邯郸之心，灵根全失，一切仙法法术再无可收。
像沉香如屑啊。当年我用半颗邯郸之心记下对你的情，而如今又用另外一半了结了我们之间的爱恨情仇。缘起缘灭，我们总算两情了。燕丹，我绝不会与你两情，我们也不可能会两情。燕丹，我带你走，我一定能找到救你的办法。没用的。把一整块沉香放进去，只需要一点点火焰，便可以燃烧起来，在烧成细屑前都不会停下。可等到沉香如屑，用多大的火热子再烧都没有用了。我们之间的感情，就如同这沉香，已经烧成了细屑，再没有任何的火光，再没有任何的可能了。应元，我不爱你了。翠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。会走出一从此这世间执迷于遗忘，再无凡人堂中，只有青雷帝君应元。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青子落晚香。寂寞的堂堂主思念的伤，遗忘岁月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，轮转中为此人疯长。也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偏偏天意赤裸画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燕丹，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潇洒不敢浓。燕丹，梦中有两人与共。燕丹，帝君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我绝不能看着他身消命陨，我要将整颗心还给他。不可，这样你会没命的。我不在乎。他2次为你承受剜心之痛，皆是为了救你。你这样做，对得起他的心意吗？我与燕丹同为四爷邯郸，灵根相连，我有办法救他。帝君，你莫要冲动，
留着仙体，方可助我一臂之力。知悉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时心元算，药石无疑。只有再给他半颗心，他才能起死回生。你若剜心的话，会失去半数仙力，修行尽毁。你当真愿意？他跳桥之后，所有修习都是为了他。以我之力无法救他，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以仙力相护，护你二人周全。颜淡，你为我收集过那么多仙尘，这一次就让姐姐为你下一场星星。知悉会永远保护颜淡，再不食言。颜淡，你那个心中只有仙途的姐姐，已经变了。颜淡，我们两度分离，昔年我为你种下的莲花，也都枯萎了。
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浪。芷溪一切安好，还因护主有功，升了仙阶，你可以放心了。谢谢你为我照顾芷溪，这也是我该做的。你我如今各自安好，也算是善始善终。你走吧。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岁月亮。当初在天上，你为我轻声驻守，如今是你的生辰，我也不会缺席。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一天一枝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我知道你曾将沉香炉送去焚毁，可是有些缘分，天意难觅。你说沉香如洗，火光稀爱，可香炉中还存有我们之间的余温。我来是想问问你，若沉香并未消弭的话，我们是否能回到过去？你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枝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如今连余温都不剩。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萧瑟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，月亏一影，破镜难圆。影月，我们之间的感情早就出现裂痕了，无论做什么都于事无补，你懂不懂？即便出现裂痕，我也会拼力相护。当初在天界的时候，你最大的心愿便是三界平安。可如今，三界暗潮涌动，随时可遭灭顶之灾。你此刻不能袖手旁观，若真的大难将至，你我都会后悔终生的。燕丹，那你告诉我，成全了三界，谁又来成全你？当年我不喜九重天上的规章严苛，不通人情，而如今我在人间走了一遭，我才明白，正是有人为了大义牺牲了自己，才守护了三界。当年我不喜九重天上的规章严苛，不通人情，而如今我在人间走了一遭，我才明白，正是有人为了大义牺牲了自己，才守护了三界。正是因为他们，才会有像我、像小妖这样的众生逍遥自在。物亦人非，何必强求？你有你的责任，我也有我的责任。你回去好好履行你帝君的职责吧，我也要守护我的家人。你走吧。
偏要强求呢？给我把后那一位，独饮战于苍生同悲。3000浊浪摧，心不染尘灰，身甘云敢随。我看不破地居天规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空有热烈不一回。千江有水千江春天回来了，山丘变回来了。姐姐你看，春天回来了，胡族又有粮食了，爹爹可以不用愁了。哪怕一次有去无回，葬我真心与红尘同美。可错过，可扬回，放左右情人的悲。若一切回到最初，沉香重燃，你是否可以回心转意？您还想让我说多少遍？你我之间绝无半点可能。可是你刚才已经回头看了，不是吗？燕丹，我愿意等，等你重新走向我。我送你的香炉已经在这儿了，只要此心此情仍在，余温就永远不会消。我是帝君，也是唐州。等我完成帝君之责，唐州就会回来，和你相伴余生。燕丹，等我。燕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也来了北海，想必也是知道陆明失踪的消息了。天界有关于他的什么线索吗？我在陆明的浇筑镜里看到了北海水井，寻迹来此。
既然碰上了，那就一起查他。寻陆明要紧，北海情形未知，多一人便多一分把握。那便一起吧。按长老所示，这里应该就是琉璃铺了。这是储存记忆的胶珠类。我们来晚了，我方才用了7重仙力才破此结界。那个先来之人，必定修为强盛。我们去看看，那人有没有漏下什么其他的线索。这有块石碑，鲛人百代，子嗣繁昌，设琉璃铺，速记其踪。命途短顺，终归尘土；流水万千，方名永志。这是鲛人族的祠堂。祠堂一般是祭祀故人的地方。陆明的鲛珠竟出现在此，难道？不可能，陆明一定是想留下什么线索给我。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的。严丹，陆明在此做出提示，是不是他已经？不可能，陆明一定不会死的，他一定是想留下什么证据给我，他一定没事的。严丹，你无法催动鲛珠镜，别试了。陆明一定还在等着我救他，他一定没事的，他一定没事的。鲛人陨身后，一生记忆都会凝聚成一颗鲛珠泪，飞回故土。这是陆明的鲛珠泪。这是聚灵丝，陆明早就留了一手。那人虽把陆明的鲛珠泪摧毁了，可是若有聚灵丝，便会感知到宿主生前亲人的气息，便可以亮起来，可以聚回几分灵石。陆明，你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到底怎么了？帝尊，您找我？为逝者，收心纳言，但凡遗嘱，路就到头了。这怎么会是帝尊？三界之中，能赏你仙医之人少之又少。这神秘人屡次偷袭都能成功，还篡改了计策，并且联络东海。由此看来，帝尊的确有嫌疑。帝尊抚养我长大，与我是亦师亦父，他怎么可能会对我痛下杀手？而且帝尊并非是伪善奸邪之人，他治理三界万载，唯一有私心的事，便是隐瞒了我的修罗血脉。这其中必定有不为人知的隐情。神秘人与帝尊昔日的行为确实极不相符，可陆明铤而走险留下这个画面，他一定想告诉我们什么。或许
鲛珠镜中有什么线索，我探探便知了。走吧，陆明。等会儿，这灯都还没熄灭呢，你陪我值夜值傻了吧？那我陪你一起熄灯吧。放心吧，陆明，就算你在藏书阁当10000年的小仙士，我就陪你值10000年的夜。走。哎呀，你这个弄到什么时候？看我的。这是之前我和陆明，陆明真的死了。我和他相约好，要相伴万年，可是我却下了凡间，留他一个人在九重天。我本来以为还会再相见，可是再也没有机会跟他相见了。陆明他一定在怪我，他一定在怪我。陆明他没有怪你，他是在和你告别。刚刚出现那2个画面，他是想告诉我们，地点就是在藏书阁，肯定是陆明早有防备，发现了线索。我现在去查一查便知。我和你一起去。若在藏书阁，我对那里很熟悉，我一定能找到什么线索的。燕丹，你是妖神，若是被发现的话，会有性命之忧。我一定谨慎小心，请你相信我。陆明如今尸骨未寒，可凶手却逍遥法外，我们没有办法在凡间安心等待。陆明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想帮他报仇，求你了。好，那我们便一起去。这么多高价书，陆明就算升官了，也跟以前一样，还是那么偷懒。愿无有言淡，平安喜乐。你每年都在为我祈福。可是如今我再没有办法替你祝愿了。怎么会有这么多腰带的书？这是我放细折的地方。陆明以前从不会在此存放其他书籍，查案要紧，这些私物留以后再说。有什么线索吗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，要不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。再过片刻，巡更的仙士就要来了。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是说，也许陆明在琉璃铺当中留下的幻影，不是在向我们告别。果然，鲛人的骨血性疏，可生不灭之火。这不灭珠，便是陆明用自己的血制作成的，这才是他想给我们看到的线索。
九曜连珠。九曜连珠乃是万年难遇的奇异天象。严南，你看，这9颗星排成一列，遮天蔽日，在天地间结成法阵。这不仅是天象这么简单的事情吧？九曜连珠天象出现的时候，若以金蝉翼及天地灵气，再以仙力深厚的神仙仙灵化作容器，生祭九曜阵，就能炼就乾坤饮。乾坤饮，而这个乾坤饮，曾是修罗尊主玄烨所用，因其阴损狠毒，创世之战后便把它封禁起来，只有经历过创世之战的几位老神仙才知晓。上一次九曜连珠，正是仙魔大战之时。以仙灵作为容器，难道说北冥仙君当时大战归来之后，仙灵丢失，是有人故意为之，拿他的仙灵去私炼乾坤饮？可炼就乾坤饮所需要的金蝉翼，是3亿巫异族的法宝，此族早已灭绝。死于乾坤饮之人会发生什么异象吗？乾坤饮吞吸灵力，中招者仙骨淬化，难聚成形。那我们去神官陵看看北冥仙君的尸身，不就真相大白了？好。仙君，您总说您为仙一生操劳，若有一日羽化，您想长眠于天地，得6根安宁。可如今为了还您一个公道，必须强行开棺，扰您清静了。有颗棋子，帝君，好久不见。仙君，我尚有一分灵石，寄于你的棋子之中，以其与你心灵相通，传音于你。我的棋子。仙魔大战，我统管后方，为众仙分配法器、仙兽。大战前夕，帝尊曾嘱托我，若战事吃紧时，务必保全帝君。可是我于后方，你战于前线，我唯恐照顾不及，便暗中取走了你的一枚棋子，以其与你灵石相连。没想到多年以后，竟在此相见。若帝尊真是那神秘人，何苦救了我又要杀我？仙君这片心意，我竟毫不知情。如今生死相隔，隐约难以回报了。敢问仙君，当年大战究竟发生了何事？老仙被魔族逼至绝境，只顾防住眼前魔兵。未料一人从后拱来，我便拼尽全力，想看清他是何人。我抬起头，却看见了自己的脸。我即刻明白，此人会施傀儡术，可假扮他人，隐藏身份。我终究是抓不出他了。当年此事是我失察所致，如今要为天界辨明清白，
不得不请仙君容我二人开棺，找到证据，为你报仇。此人处心积虑，弑杀仙君，吸取三帝君神力，然后悄然脱身。其仙法之深，心机之沉，如何匹敌？倘若你继续追究下去，定然会危及自己的性命，你的身份也会被揭破，于天界再难容身。原来仙君早已知晓，应愿此生只为扶天地正道，哪怕身份揭破，削了仙籍，也要还无辜牵连之人一个正义清白。为了使命，无惧无悔，还请仙君开棺。也罢，我早知道会有如此结局，只是大势早定，若定要寻根究底，扭转乾坤，必然会危险重重。倘若必有一战，我相信帝君一定会拯救苍生，还三界太平。只是我还有几分私心。仙君可是挂念严旦与于墨？请放心，若他们卷入居中，应愿必会奋不顾身，护他们周全。愿帝君平安功成，那这两个孩子就尽托付于帝君了。仙君，龙鳞，这是当时于墨放在仙君身上的龙鳞。九旗龙鳞乃是灵根所化，坚硬无比，好好放在仙棺当中，不可能有破裂的。果然有人谋害了仙君，拿走了他们的仙灵，借此炼得乾坤银。三界之中，有能力弑杀帝君的，只有一个人，那便是天帝。昔年创世之战当中，他带领仙神灭了修罗一族，而如今又以修罗邪法残害天界之人，他为何变化如此之大？以他的身份揭破此事，形同颠覆三界。我们必须谨慎确认，若想找出真相的话，还得收集更多的证据。我知道你与天帝情谊深厚，若是调查起来，你处境会非常的艰难。我有些担心你，你在明，他在暗，不能让对方钻了空子。你放心，严南，我绝不会寻死。事关重大，我自责无旁贷。在没有拿到证据之前，我们不可贸然行事，否则就会身陷险境。严丹，你还是先回夜兰山去吧。你是帝君，一举一动皆被瞩目。若我化成一个小仙师，反而进出许多地方更不易被察觉。况且，陆明在藏书阁中留下那个木盒，我必须要弄清楚到底为何意。既然你要选择一起留下来，我会护好你的安全。仙君，我定会为你讨回公道。仙君是于墨的恩师，在凡界暗杀你之人，又与九旗灭族脱不了干系。以于墨的性子，必定会手刃仇敌。我这就传信于他，将我们所查之事告知。待我们找到使者，
可在百仙进谏之时，与天地对峙。但此时，我们还需九栖龙鳞，掩乾坤也。帝君不愿更换会员玉带，是因为上面有你亲手绣的4叶汉带啊。何人在此？颜淡，我正在更衣，你怎么来了？4叶汉淡不是可以解百毒、愈万伤的吗？你身上的疤痕是怎么回事？7年所受刑罚，病坠入体，这伤痕万物难解。帝君，出什么事了？帝君，您这可是违反天规之事啊！我早已不在乎天规，只想护着自己在乎的人。愣着做什么？出去！帝君，我来找你，只是想告诉你，我找到新线索了，你不要误会。仙魔大战之后，帝尊一反天界常规，推说练习旧物，于是他身上的腰带就再没有更换过。可是他对其他的法器从未如此重视，我猜测，那个腰带一定有秘密。帝尊，从前重武轻文，及时节俭。如今天界气象奢靡，他的饮食起居、性情喜好皆与从前不同，确实可以。你有没有查到什么其他的线索？吴影寿曾是证据。我在陆明的卧房当中找到了这枚断剑，但如今吴影寿已死，再无对证，看来是帝尊早已做好了打算，栽赃陆明。那我们就找不到任何他的罪证了吗？我白天试探过他，发觉他的功法异常强盛，可在他的修行记录中却未有得到之迹。这可能与修炼乾坤影有关。若是能够找到他曾研究天象，并且借用9曜连珠修炼的过程，还有证据，那我们就可以揭露他的罪行。9曜连珠的细节，是决定了帝尊在仙魔大战之中扮演了何等角色。若天象可以预测的话，那么这次大战很有可能是他算准了时机，亲手挑起。我已经去过还秦的故居，找到了那本星图册，可是9曜运行，我找不到任何规律。9曜运行并无规律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幅星图我曾经见过。你说的是这幅图中9曜的位置？包括前面几张也是一样的，9曜的位置非常的眼熟。来，给我。这幅用白字。9曜司，天地阴阳，阴为黑，阳为白，
黑白交错，阴阳叠加，于是成了这副棋局。而这副棋局，我曾经在偃血天宫见过。这是桓钦想出的一局残棋，研究许久都没有对策。他说要送来宫中为难我一回，我把他给了你，你3日之后就破了4局。他高兴坏了，拦了北冥仙君的仙鹤，驾鹤来观棋。果然，这9子连在一起，就是9爻连珠的方位。桓钦如果已经预测出9爻的新轨，为何还要隐瞒他人？他会不会是帝尊的人？如果要查清楚真相的话，那我们只能去桓钦生前值守的步星亭寻找线索。今夜步行已成，失了时机。明晚我们再一起去查吧。哦，好。天色不早了，那我先回玄心崖了。燕丹，我还有一句话。方才对清源所说的话，那是我的真心话。我不会再受制于天规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帝君，你怎么屋外还有人啊？你们继续，我和陆景在这儿好好守着，不会让别人发现的。他们要守多久啊？依照新宫规，可能要1整夜吧。1整夜？那我岂不是1整夜都出不去了？有可能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你确定你在下面睡没事吗？时候不早了，睡吧。地面阴冷，如果寒气侵入你的体内的话，你旧伤复发，那就不得了了。这样吧，还是我睡地上，你睡榻上吧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这样吧，我们以线为界，你睡这边，我睡这边，不得越界，和平就寝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你是提前预谋好的呢？没有吧？小人。你干嘛？你干嘛一直睁着眼看我？你不转身，怎么会发现？我刚才后面感受到了。总之你不能看，闭眼，不许看我。你越界了。我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我看，我才越界的，好吧？那好吧，那就放在此处吧。你干嘛？别动。怎么会有你这种无耻神仙？睡觉。好久未见他这般安宁的神色了，想来自你归位后，再未度过安乐时光。若你可以不是影渊，从始至终都只做唐周，我也不是仙世颜淡，只是一个游乐世间、安闲写戏的莲花精。
那该多好。都怪时光风絮，红尘沙砾吹向你，心字涌入潮汐，平平万计，情之所你这么一直盯着我，我怎么说？无赖！燕丹，我答应过你，会履行帝君之责。眼下危机四伏，天界必有一战。我身为帝君，危难之际定当身先士卒。若你我终有一日死别，有我今夜温存，我依然无憾。这上面好像附了什么东西。这是什么？是3亿无异族的至宝，修炼乾坤眼的最佳法器——金蝉翼。那日我与帝尊比试，他仙法玄奇，深不可测。若真的是他修习了乾坤眼，那一切就解释得通了。现在想来，当年3亿巫是帝尊亲自下旨灭族的。可若是赃物的话，为什么不好好藏着，要沐天洗地的放在这儿呢？日月隐于天，万象化于无。金蝉翼是用来修炼乾坤眼的最佳法器，它将天地灵气、日月精华归于己用。天之角，灵气充溢。至于此地的话，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灵力。可是还清夜夜在此步行，不难发现他。这片禅意，或许就是他的催命符。帝尊英明。他不是芷溪，是转荣诀。不错，与应渊有情的，始终都是昔日的偃虚天宫的仙士，今日野揽小妖，颜淡。帝尊，我此次上天界，皆是因为我的好友陆明失踪一事，与应渊还有芷溪毫无关系。若帝尊要责罚的话，我愿一人承担。应渊，此等伎俩，瞒不过吾，难道能瞒得过你吗？你在下界历难之时，就曾与此妖女有所纠葛，吾并未在意。现在九重天对有情之人不再苛责，但你明知他是颜淡，却称他为芷溪，诓骗诸仙家，真的是甚失无望啊！应渊，吾可以容你生情，但你不能对此妖女有情，你可敢一言？
断情线未断，堂堂帝君竟真的爱上了下界妖女，哼，荒唐，荒唐至极呀！沉香，并未成血，对吗？我确实对严旦有情，900年前为情罚自成。纵然如此，情根依然不灭。如今，我愿再受刑罚，但此情坦荡，无害3界。哪怕帝尊不封天门，我也会如实相告。我就说你对他那么好啊，应元君，你很有种啊！也罢，天规已改，看在你主动承认的份上，吾可以给你一个选择。你若愿意放弃仙籍，辞去帝君之位，你就跟他下界，做一对平凡夫妻吧。谢帝尊。若是他愿意，我定会相陪。但不是现在，因为我还有重要的事情没有做完。世事难两全，如果你不愿意放弃仙籍，便要受到刑罚。此妖女已经失去仙籍，以妖女的身份蛊惑帝君，理当处死。有我在，没人可以动她。曾有人向吾检举，你在历难之时曾假意身故，意欲欺瞒天界，跟此妖女双宿双飞。之前吾还不信，如今看来，此言非虚啊。当时帮助帝君假死，欺骗天界的仙官，是同我一同服侍帝尊的陆明。奇怪的是，陆明在帝君归位之后便失踪了，至今生死不明。你二人是否为了隐瞒真相，害死了陆明？帝尊，我想陆明之死，您比任何人都清楚，而如今您却在这里贼喊捉贼。大胆，竟敢污蔑帝尊！暗中查探的这段时间，无论多少证据指向你，我都在想，这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可直到今天，容不得我再自弃。陆明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如今的确已经仙逝，可是到底是为谁所害，口说无凭。这是他生前用记忆凝成的鲛珠泪。帝尊，您找我？为逝者，收心纳言，但凡遗嘱，路就到头了。凭这个画面，不足以说明真凶到底是谁。可是陆明在死前给我留下了一个重要的线索，那便是9曜连珠。没错，9曜连珠乃是万年一遇的奇异天象，以此可练修罗邪术，乾坤隐，功成便不用再修行，可直接吸取他人仙力。这片龙鳞来自上古彝族9旗，此乃天下至坚之物，而唯有乾坤隐可以使其淬化。北冥仙君仙逝后，仙灵不知所踪，而后有人将这片龙鳞放到了仙棺里，
随后龙鳞破碎，由此可证，北冥仙君便是由乾坤阴所害。上一次九曜连珠，恰逢仙魔大战，气镇仙灵，则需与修炼乾坤隐者仙力相当。3位帝君、北冥仙君、祭都星君，尽皆殒命。与他们仙力相当者，除我之外，只有一人。金蝉翼是修炼乾坤隐的最佳法器。三义乌在创世之战时，曾投靠过修罗族，彼时帝尊将其灭族。此后，金蝉翼便不知所踪。此物帝君是从何处寻来的？天之角，不兴亭。直到昨日，他还静静躺在观星石墓上，为主人吸收灵力。我想当年就是祭都星君发现了此物，才会在大战中被杀人灭口。天帝，你可认罪？夺法器，修邪术，挑起仙魔大战，残害同僚无数。若此番指控为实，你到底是天帝还是邪神？应渊帝君，吾一再相让于你，而你呢，颠倒黑白，恩将仇报，居然用一个如此子虚乌有的画面来编造如此荒谬的故事。是不是故事，争辩无益。我这里还有最后一片九旗龙鳞，帝尊，你可敢将它握在手中？若你从未修习过乾坤隐，此物可证清白。你是九重天唯一的帝君了，吾向来器重于你。你以为今日大张旗鼓地召你来，仅仅是为了一个颜旦吗？吾之所以用刑罚来敲打你，皆因不愿你做的那些丑事公之于众，蒙羞帝君之位。但是真没想到，你为情所误，鬼迷心窍。好得很。既如此，今日之事就做一个了结。带进来。桃姐姐不对劲，看来柳微阳已经落到了天帝之手。陶子期，你不是在仙魔大战之中死了吗？众卿看得没错，他正是陶子期。陶子期，你为何死而复生？与众仙说说。当年仙魔大战，我受命赴魔族，劝邪神止战，不料竟意外撞见应渊，与邪神私会。应渊意图谋篡天帝之位，早与魔族联手，利用仙魔大战，重挫支持帝尊的帝君与仙君们。我因此被应渊灭口，于生死场沉浮多年，后被帝尊救出，才得知当年3位帝君以性命为代价，杀死邪神，阻止了应渊的阴谋。原来，帝尊说要认真调查，乃是认真去抓人为质，编造假供了。难道仙魔大战是应渊君挑起的吗？简直是胡说八道！仙魔大战之中，应渊君几度9死1生，本帅是亲眼所见。3帝君尽数牺牲，
只有应渊一人以中毒之名提前离开战场，但这毒这么快就被汉淡之心给治愈了。众仙，你们觉得这只是巧合吗？汉淡之心在我体内，救不救帝君，皆凭我意。况且，若要做局的话，怎么会有人将自己的生死大事放在一个外人之手呢？哼，兵者，诡道也。下策伐谋，上策攻心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之前你在北冥仙君处当差，为何在仙魔大战前夕，被应渊调去了偃虚天宫？陶子季突然现身，身份存疑，空口无凭，不足为信。天帝，你只需手握9旗龙鳞一焰，便可洗清指控，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呢？哼，谁知道你有没有对龙鳞做什么手脚？帝尊何必受此折辱？应渊。吾警告仙官陆明，皆因其知道天界的一桩陈年秘事。吾本应永远隐瞒，真没想到，吾一心想保护之人，竟编造如此谎言，来构陷于吾。唯有修罗族人眉心长有黑纹图腾，应渊，没想到你是修罗族余孽。永夜宫，永夜宫，老元帅，你参加过上古之战，自然认得此写法。应渊不是修罗族普通的后代，他乃是修罗尊主玄烨之子。玄烨杀人如麻，用乾坤引屠戮他族，方才应渊提及此术。哼，果然是一脉相传呐！你曾说我父母是两族无名之辈，今日又改口，到底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？往日吾怕你被身世所累，望你一心向善，才有所隐瞒。但是吾万万没想到，你偷偷取出了镇魂剑，偷袭永夜宫，这是要步你父亲后尘吗？当日应渊帝君自负神术，本欲自戕，是我不忍，上前阻止，这才破坏了压制修罗的封印。镇魂剑飞出，之所以能被应渊君收服，皆是因为应渊君仙力非凡。是真是假，老元帅不会不知吧？唯有玄烨之子方可修习永夜宫，而镇魂剑是玄烨的佩剑，除了玄烨之子，谁能让他重新认主，俯首称臣？可惜了你这身血脉，竟自甘与凡夫俗子为伍。无论身世真假，修罗族的血债，应渊君丝毫没有助力，反倒是在创世之战当中大义灭亲，亲手除恶。正因此功，天帝才亲封应渊为青离帝君。这数万年间，应渊君守护着苍生，是真是假，诸位皆有心有眼，难道还看不清楚吗？我相信应渊君，就算他是玄烨之子，那又如何？他又没干过一件恶事。是啊，谁能选择自己的血脉呢？我亦相信帝君。吾曾经也以为可以教化他，成为天界的栋梁，可没想到应渊生性本恶，为篡天地之位，居然妄想修罗族卷土重来，还勾结魔族残害同僚。
创世之战失败后，他又心生一计。今日，他编造出如此荒谬的故事来陷害吾。之所以应渊如此胆大妄为，是因为你知道，吾待你如己出，不会对你赶尽杀绝的，对吗？帝尊昔日的维护照拂，应渊一日都不敢忘。自幼您就教导我，身负罪孽之刑，当以身相赎。刚能提剑，我便奔赴战场。从那时起，天下苍生，便是我的责任，更是我的愿望。这万年来，天规教条，我尽守之。天下为重，其余皆轻。在没有遇到颜淡之前，这世上没有应渊，只有帝君。若非我查到实证，我真不敢相信，教我守护天下的帝尊，竟会有如此不堪的一面。无论我是什么样的身份，身上流着什么样的血，九乾龙鳞和金蝉翼，都是乾坤隐存在的铁证。应渊，别以为你巧舌如簧，就可以掩盖污蔑帝尊的事实。果然是擅长伪装，九岐三义乌皆已灭族，你所编造之罪证，简直是荒谬至极。好，既然你执迷不悟，吾只有彻底揭破你的假面。陶子期，你刚才所言可有遗漏？我复生之后，自叶望川返还人间，竟发现邪神玄香尚在人世。你说什么？邪神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攸关三界，不敢说谎。仙魔大战中，邪神身受重伤，躲进了凡界的朱翠山。我发现之后，本想要立刻返回天庭报信，不想，却看见了应渊君。应渊以下凡历难为名，千难万苦找到邪神，并助其恢复力量。二人早已联手，随时会掀起第二次仙魔大战。邪神当真还活着？那他此刻在何处？本帅即刻带兵去杀了他。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恐怕只有应渊君能回答你了。应渊君，本帅相信你和魔族无关，但邪神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此邪神非彼邪神，挑起大战的人并不是他，而是魔族长老朔华以傀儡术顶替的。颠倒黑白，莫不如是。钟卿，正所谓孤证不立，陶子期所言还有人证。小仙是朱翠山土地，领旨上天，参见帝尊。土地，可见过此二人？见过，他二人想方设法想要盗取我朱翠山的县志，且再三向小仙打探仙魔大战跟邪神的细节。小仙不从，他们便威逼小仙呐。藏书阁夜间守卫近日来报，帝君常在深夜无人时出入藏书阁。帝君走后，记载着仙魔大战的珍贵史籍就此消失无踪。我可以作证，近日帝君不是频繁外出，便是和颜淡在偃虚天宫密谋。
我还亲眼看到他们行苟且之事。青云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好你个应渊啊！蛰伏900年，只为了找回邪神，一回来就急于销毁罪证，把脏水泼给帝尊。修罗族果然不可信，杀了他，为死去的同僚报仇。帝君应渊，身为修罗族余孽，得天庭收留，委以重任，但其不改狼子野心，结魔族挑大战杀同僚，为一己私欲，罔顾天下苍生。九重天再容不得此人。吾宣布，将应渊押至天刑台，处以怨刃之刑。不可，此事还没完全查明，不能草率定罪。我和应渊君共事多年，不管他们怎么说，我是不会相信应渊君会残害同僚的。火德月瑶，证据当前，数度为逆贼辩解，难道你二人是他的同党吗？哎呦，好了，念你二人被他蒙蔽多年，先革去先职，闭门思过去吧。哼，若还有谁要为应渊求情，可以与他一起共赴天刑台，受怨刃之刑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今日我便要验个明白。应渊，住手！别管我，快去龙陵！应渊，别管我了，我们邯郸没有那么娇贵。我听闻岳灵化刃自九幽而降，可以斩仙骨、削仙肉、诛帝君，这刑你不能受，快走啊！我不能看着他们伤你。应渊，吾已陈10万天兵于凌霄殿外，你无路可逃，束手就擒吧。若你还执迷不悟，屠戮仙族，我现在就将你心爱之人处死，以惩你偷天罪行。别管我，走！放心，我们肯定会没事的。